女孩使劲扯下冰雕手中的长生结，擦了擦，哈了口气，不料结扣竟冒出一缕灵气，钻进冰雕体内，激活了她的女娲石心。等女孩高兴地抬头看时，冰雕人忽地睁开眼睛，女孩吓得一屁股坐在地上。活了？你是神是鬼？你帮我找明来！原来男人正是天界第一战神九成。5万年前，他与魔君大战300回合，最终将魔君封印于幽都山内，而他自己也身受重伤，命不久。突然就在这时，一名婴儿的啼哭声传到他的耳中，回头一看，果然是个婴儿。他连忙走上前去，却无意间发现婴儿身上有着一块充满灵力的长生结。正当他琢磨着该如何救下这个婴儿时，怎料被封印的魔君也同时发现了他。于是他元神离体，妄想把魔气注入到婴儿体内，好逃出升天。虽然九成极力阻挡，却终究还是被少许的魔气给渗透了进去。九成只好将自己仅有的一缕神力也注入到婴儿体内，好压制魔气。随后便圆寂于幽都山，而这名婴儿也因此身负神魔之力，成为了唤醒神魔的唯一希望。这时乐伯一仙也赶到了此地，见战神已然作画，又见婴儿尚未死去，于是将婴儿带回了桃林，并取名灵犀。转眼5万年过去，为了隐藏灵犀的身份，乐伯从来都不让他离开桃林半步。可古灵精怪的灵犀却趁着送药的机会偷偷来到了南天门，结果却被保安给拦了下来。无奈灵犀便退到了一棵神树旁，没曾想手刚碰到树身，神树就开始炸裂，2名天兵立刻就被吸引过来。灵犀赶紧趁着天兵不注意，变成一只小单鸟飞进了天宫。可他不知这回他却闯下了大祸，这神树竟是被封印的吞天兽，被他无意中解封了。灵犀刚出来就被天兵发现，天兵一路紧追不舍。我就是去送个药而已，你们至于这么死追吗？这时天兵突然一掌打向灵犀，躲闪不及的灵犀瞬间跌落，掉入了一座冰殿。他爬起来就赶紧往冰殿深处跑去。天兵追到这里却停了下来，会不会逃到这长生海冰殿里去了？先回去复命，若他真的逃了进去，那就是大罪。就这样，灵犀来到冰殿深处，发现了作画的上古战神九成，并且在无意中唤醒了他。就在灵犀害怕的逃离后，九成运转神力，从极远的昆吾剑立刻感受到主人的召唤，瞬间飞到冰殿里的九成手中。而此刻天界正在举行封神大典，天雷真君只要度过9重天雷，就会被封为战神。可就在他度最后1重时，那吞天兽却飞了过来，打断了封神大典。天雷真君为展现自己的实力，独自与吞天兽打了起来。就在天雷真君一拳打飞他时，却不料他竟逃跑了。天雷赶紧带众人追了出去，吞天兽一路狂奔，正好赶上了从冰殿出来的灵犀。吞天兽是在做梦，这么多人啊，不是主破了吗？刚说完，一块石头飞来，把灵犀砸了下去。吞天兽却及时飞了下去，接住了他。灵犀趴在吞天兽的后背上，被他带到了安全的地方。他便与一众仙家打了起来。原来因灵犀的解封，他竟认了灵犀做主人。就在天雷真君迟迟拿不下吞天兽时，九成赶来了，他一招就制服了吞天兽。众人看到九成很是震惊。他就是战神九成，怎么和书上说的不一样呢？战神九成正式归位，但天雷却因吞天兽破坏封神大典，记恨上了灵犀。他断言灵犀来历不明，定是魔族奸细，执意请天君严加处置灵犀。正在天雷真君准备用刑之际，外面突然传来一个老头的声音：“让我进去！天君呐，老朽今年27万岁了，你就这么一个女儿，天君你是想让我单鸟一族从此绝后吗？”天君知道灵犀是乐伯的女儿，这才不再追究此事。但天雷真君却不依不饶，一口咬定灵犀与吞天兽举止亲密。乐伯狡辩称自己的女儿胡容月貌，那吞天兽也算是神兽，早就开了灵智。爱美之心，人皆有之。他看到我女儿长得好看，过来亲近一下，有何不可呀？天雷被乐伯的强词夺理，对得哑口无言。就在他带着女儿离开之际，竟被战神九成叫住。九成以神魂受损为由，身边急需一名懂得医术的神士，想要将灵犀留在自己身边一段时间。要知道九成乃上天入地超级无敌战神，能做战神的神士争抢之人不计其数。可乐伯却不吃这一套。为了把女儿留在自己身边，他找了各种理由拒绝战神九成，并自恃单鸟一族虽然没落，但也不是随便让女儿给人当神士的。天君只好让灵犀自己拿主意。灵犀一听心里暗喜，心想可算能逃离乐伯的魔爪了，一口就答应了。几天后，王母特地举办了蟠桃会，邀请各路神仙前来欣赏这个盛会，顺便将吞天兽的骨血炼化为仙丹分享给所有人。而灵犀也跟着九成来到了这里，只是他却迷了路，误入了后山。随后就发现一个山洞，当他走进去，就看到了吞天兽被泡在池子里。没想到吞天兽也认出了灵犀，见吞天兽受了很严重的伤，灵犀决定要将他救出去。就在他绞尽脑汁想解开铁链的时候，却听到有人进来。原来魔尊的手下众浩也前来寻找吞天兽，他要用吞天兽的骨血重塑魔刀，以便让魔尊重见天日。今日你就要炼化在这里，把你的血骨还给魔君，重见天日，再掌6界。见到吞天兽有危险，灵犀赶紧跑出来阻止他们。众浩让手下将灵犀杀了，灵犀不是他们的对手，被打得无力还手。吞天兽却突然爆发了能量，直接将灵犀驮到了背上。随后他使出全身力气，竟然挣脱了王母的铁链，下一秒就来到了王母娘娘的大地。吞天兽发出响雷般的嘶吼，
将神仙们吹得东倒西歪。接着他就一跃而起，消失得无影无踪。王母奇怪吞天兽背上驮着的妖女究竟是谁，战神却一眼看到了灵犀，于是紧紧地跟了上去。吞天兽带着灵犀来到郊外，因为被生化水泡了749天，眼见他就要支撑不住自己的身体。众浩没想到吞天兽竟然跟灵犀这么亲近，要知道吞天兽本是混沌所生，不辨善恶，天性中只认魔尊为主人。今天你们注定要死在一起。他几掌就将灵犀打飞了出去，然后使出魔刀要将灵犀毙命于刀下。岂料吞天兽却使出最后的力气挡在了灵犀的面前，只是他自己也被魔刀击中，下一秒就在灵犀面前烟消云散。能为魔刀祭奠，那是他的福分。灵犀生气了，这种愤怒催动了他体内的魔气，用尽全力向众浩攻出了一招。原来魔君要找的人就是你。看到灵犀的模样，众浩突然明白魔尊四处寻找的5万岁的女孩就是面前的灵犀，但是灵犀无法控制自己的魔气，他就这样晕了过去。正在众浩要将他带回去的时候，战神前来一刀及时救下了灵犀，随后施展出法力几下就将众浩打跑了。看到灵犀昏迷在地，九成立即将他抱到了天极渊，使出自己的神力压制住灵犀体内的魔气。灵犀醒来后抱住了九成，却发现九成身后受了重伤，灵犀立刻施法为他疗伤，没想到伤口反而愈加严重。他想要去找师姐青瑶来医治，却被九成拦住。他告诉灵犀这是被魔刀所伤，寻常仙力没有办法治疗，唯有自己慢慢修行才能愈合。于是灵犀就留在从极渊照顾他，可被封印的魔君并不安分，命令魔兵四处抓来女仙供他吸食。九成得知消息后，准备返回天宫商议此事。临走之前，九成叮嘱灵犀不要离开，自己很快就回来。随后又在外面施下层层结界，这才放心返回了九重天，却没想到被袁童发现。他立刻跑到昆仑山告密。片刻后，西王母就带人赶到从极渊，施法破开了九成的结界。灵犀听到结界被毁的动静，连忙抱着吴婉藏到了冰室，但最终还是被西王母发现。他立刻命人将灵犀抓住。吴婉为了保护灵犀，咬伤了天兵，却因太小被抓到后狠狠摔在地上。灵犀见状，立刻施法击退天兵，刚想要逃走，却被西王母一掌击飞，顿时身受重伤，倒在地上口吐鲜血。就在王母准备再次动手时，九成及时赶到，他先是以礼相待，随后便告诉王母这其中定是有什么误会。怎料王母却仍然以灵犀放走吞天杀害昆仑山守将为由，硬是要将灵犀带回天宫。来人！可九成又岂会让他随意妄为，表示我乃一介战神，天下无敌。若今日王母强行从我这里把人带走，休怪我不给你面子。你得给我一个交代。那是自然。见此情形，王母只好先行离开。然而这一切全被紫光看在了眼里。当他回到天宫想要告状之时，王母已经先行一步，把此事告诉了天君。事到如今，九成想要继续窝藏灵犀已经不太可能，于是他把自己的灵力注入长生结，让灵犀佩戴在身上，然后带着灵犀来到了天宫。很快，灵犀就被带到了紫云台。西王母和天雷真君以及普化仙君对灵犀进行了轮番轰炸审问。然而灵犀拒不承认他与魔族有勾结，坚称自己是因为发现自己闯祸，想寻求战神的庇护才躲到了从极渊，可谓是公说公有理，婆说婆有理，定是问不出个所以然。依本座之见，也无需再问了。是魔是仙，查一下便知。普化仙君说完，便直接施展法术，在灵犀身上进行探索。本以为会在灵犀体内发现些什么，经过数个小时的测试，却没有在灵犀身上发现半点魔气。对于这样的结果，普化和天雷都感到十分意外。但事实如此，他们也只能选择作罢。可是他们哪里知道，灵犀身上的长生结拥有九成的全部仙力，对付普化的检查，那简直就是小儿科。灵犀成功逃过一劫，九成却因过度动用仙力，导致寒气复发，差点摔倒在地。然而让他们没有想到的是，众浩已经发现灵犀体内拥有魔气，他将此事告诉了清源。清源立即用南极仙翁徒弟的身份来到天宫，然后趁灵犀没有防备，将其打包带走。